要不是当年老师收留我，我可能早就不知道死到什么地方。所以从那一天，我就决定，我听老师的话。老师说让我干啥，我就干啥；老师让我搞什么，我就搞什么；老师让我活出我这条命，我不害怕的。真这么觉得呀？对呀，哥，要不是我跪在老师脚下，你能留下来吗？我是替江源那个小崽子做梦，我这样做还不够啊！哎呀，小龙啊，我咋跟老师非得闹到这一步啊？如果咱俩要真迈出那一步，咱跟老师完了，咱再也回不去了，早就回不去了。我算想明白了，咱俩在老师那儿就是跳高，咱俩做了20年，忠心耿耿的高。我要做个人，你这哪是想做人呢？这不是想做白眼狼？白眼狼咋的？白眼狼咋的？哥，你琢磨琢磨。我跑上给江源了，老师退休了，咱俩还能在东平待下去吗？你的垃圾场，我的天龙，还有好日子过吗？这不是背叛，是为咱俩谋条活路。要不到，石怀义到，田八照李平到，庄二强，宋维勤到，我们准备下矿。好，跟我走。来，咱们这小心点啊！后边跟上，后边跟上。
法，我就是不知道这个升降梯是从多高往下开始掉的。小张，你知道他们那个矿到底有多深吗？事故得成啥样？这回得死多少人？我问你话呢，这回得死多少人呢？来一口。人可有命的，千万别放在心上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不能这么干，不能这么干，非这么干。现在彻底回不去了。回哪去？老实了。哥，我压根就没想回去，这就是我这么做的目的。你想想，发配镇停了，江源是不是拿不到矿山了？矿山不就是咱们的吗？可是啊，应该按在老这事是咱俩干的，咱俩到时候怎么去跟他解释？解释啥呀？老师肯定知道啊，跟他明说呗，看看他这次还选不选江源。同志们，事故发生后，市委紧急召开常委会。今天把大家召集来，就是要传达常委会的精神，对下一步的工作做出安排。刘云同志，你介绍一下目前的伤亡情况。7名受伤矿工已经脱离危险，6名重伤矿工仍在抢救，有2名矿工在救出时已失去生命体征。事故处置核心是伤病员，后期医疗工作这一块，刘云同志你一定要盯好。好。燕武同志，事故原因确定了吗？根据调查，初步判断是这个矿井的升降灌笼牵引系统出现老化，存在安全隐患，导致载人升降梯在作业中出现故障。朵朵那么小啊？对呀，朵朵还是一个小宝宝。喂，你好，张文经理师，我是馆长，我需要你帮忙。小万总，我看见新闻了，这又是怎么回事啊？张律师，你能帮帮我吗？我怎么帮你？这事儿你还是得找当地的相关部门。最知道我爸局是被哪帮人冤枉的。我现在正在被东平公安通缉，我怎么可以相信他们？我知道你是个好律师，我好不容易才给你打来这个电话，你得。你解释解释，李健，我也是刚拿到这个结果，我就马上让公安司法鉴定中心给看看，现在还没给答复。谢主任，你们当时跟我说的时候是怎么说的？
公安递过来的证据确实充分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咱们办了2年多的案子，怎么指导小组一来，处处都有毛病？咱们案子就是这么办的？李健，您先别生气。这省院的仪器还有专业人员的素质，确实比咱们市里要高出不少啊。你这个时候想起专业人员素质来了？哎，当初你们审查卷宗的时候是怎么做的？签个字看一遍，这事儿就算完了？咱们签个字是要负责任的，谢主任。李健，您说的对。其实呢，张文京几个无关紧要的签名有出入，它证明不了什么。最关键的是集散中心的转让合同，省院技术中心已经下来鉴定，不是伪造，是真的。还有口供可以证明，他教唆证人做伪证，替万海开脱罪行。还有王玉等人指证他，这些足以证明张文京他就是万海的左膀右臂啊。真真假假掺和在一起，真的也会被质疑是假的。您是担心他们会拿这件事情做文章？那这样吧，把证据有瑕疵的张文京案剔出来，单独审查。可是万海案证据链闭合，没有问题，依然可以起诉。那张文京案怎么解释？怎么向上级交代？怎么向社会交代？伪造文书很有可能是万海团伙为了混淆办案人员视线，企图将罪行推脱到张文京一个人身上的一种手段。张文京态度反复，也很可能是内部利益分配不均造成的。老谢，咱们办案子不能只靠可能2个字儿。李健，我这次一定把工作做在前头，绝不辜负我们东平政法系统2年多来的努力。您放心。我上次跟你说的很清楚，是指导组自己查出来的，跟我没有关系。怎么了？我的当事人情绪有点激动，没事啊，没事没事。别把事情搞大，你冷静点，听我解释行吗？你想干啥？首先第一点啊，王玉现在的所作所为不受我们的控制。第二点，你儿子大白天跑到人家办公室抢公章，还威胁人家。你跑到这儿就跟我说这个呀？你赶紧去救他！你弟弟万红也来成功，让我去对王玉说说好话。你说我该不该去？赶紧去。咱们俩相处也挺久的了，我自认为是了解你的，你应该了解我吧？我明白了，我是黑社会，永远是。我现在就去。那要是指导小组过来，我他妈永远是黑社会。哎。哎呀，说子健，你还真给这万家人当律师？怎么当成保姆了呢？那屁大点事儿也得麻烦你啊！啊！王总，出气，出完气就把人给放了，别惹事儿。你说他就一个孩子了，你跟他计较什么呀？哎，我就是要给他关起来，这样的万家人呢，他能把这嘴给我闭上，不是吗？我明白，明白你的意思，但是你这事儿吧，做的有点过了，这种事儿得把握一个度。哎，王总，你看吧，哎，你这不也写了吗？合作共赢，咱得合作呀，对吧？
而且现在这么一个敏感的时期，咱们不要节外生枝了。有任何事儿呢，一审结束了以后再说，啊？我就觉着呢，你们对这万家人啊，太客气了，还给他搞什么减刑？这要搁着我，哎，我要弄，就弄彻底。但是王总，我得提醒你，到目前为止，就这个集散中心，它的法定代表人还不是你，所以啊，他才敢过来跟我要这公章呢。他是抢啊，这地方是我的，他敢抢吗？他那天报警了，警察来了，是不是也得说这地方是他们家的产业呀？如果我把他放了，他再过来闹事儿，你管呀？物资集散中心现在是涉案资产，万海他判不了，他根本过不了户，他现在归你了，所有的收益都是你。你知道陈总花了多大的力气吗？都已经花力气，还在乎我这点吗？我等多久了？3年了，让我办的事儿，我是不是都已经办了？陈总一手遮天呀，啊，上通天，下通地，我这点事儿动动嘴皮子就给我办了呀，完了吗？是。哎呀，可是陈总真的没时间管你这些鸡毛蒜皮的破事儿。我这是鸡毛蒜皮的事儿。来，哎，你过来，你看看外头，啊，我外面有8条铁轨，我这是鸡毛蒜皮的事儿。你们多大产业，我这鸡毛蒜皮的事儿。你到底要干嘛呀，王月？你到底要干嘛？你说。想让我放人是吧？行，你让那个万红过来给我道个歉，把砸我的东西都给我赔了，也没多少钱，也就100万。100万？你疯了吧？你是不是天天垫这个东西？你把脑子垫坏了呀？他家什么情况你现在不知道啊？别说100万了，连1万都拿不出来，你到底要干嘛？你说。要么这样，你让陈总想想办法，只要万海把货运站过给我了，我就放人。把我信。各位领导，有什么需要，我可以帮到各位。最近见过万海吗？原来打算是要见的，但是我这手上的案子呀，真的太多了，这个就没去成。有个问题，我上次就想问，你是怎么成为万海的辩护律师的？其实，是他找的我。不过你也知道啊，东平吧，也就这么点大，有刑辩经验的律师来来回回也就这么几个人。程律师，听说你之前在县检察院，也算是在公诉岗位上做了6年多，对吧？对。那为什么做律师？哎呦，其实，在县检察院的时候吧，每次开庭啊，我都对对面的律师特别好奇，我想知道，他们知道对于这个案子来说，我们的难点在哪儿吗？他会怎么跟我辩？他会怎么给我制造困难？我一旦好奇了以后吧，就收不住了。所以呢，我也想借这个想法，走出这个体制，推自己一把，看看自己还有没有更多的可能。当然了，也许在你们看来，我是在理想和面包之间选择了面包，但是其实这个面包当中还是有一些理想在的，而且都是从事法律工作嘛。只要我的热爱没变，不过是换一个工作岗位而已。你和市院的谢鸿飞主任关系怎么样？万海案之前认识吗？谢鸿飞主任认识，但真的不熟。
因为谢主任在市院工作这么多年，大家也都知道他。我跟他也就是在工作上有一些接触吧。哟，哎，洪亮，小张，回来了。哎呦，回来了好啊，早就该回来。不是你们干嘛不跟我说一声，我派车帮你们把材料运过来啊？哦，对了，郑主任怎么没来啊？是不是还在忙着张文京的事儿啊？哎呦，你们可是真辛苦啊！来呢，正要向你们汇报关于张文京笔迹鉴定出错的事儿。我们已经找公安机关核实过，公安司法鉴定中心的王主任承认是他自己能力不足，没看出来。当时啊，鉴定量大，又没有仔细做，所以才出现了这种技术性的鉴定结果偏差。哦，对了，我们已经给市局发了检查建议，要求他们纠正整改。啊，就因为他一个技术偏差，因为一个能力不足，张文京人一辈子毁了，你这不坑人的吗？是啊，其实啊，这件事儿呢，我也有责任。李检呢已经严厉的批评我，乖一下。哎，不用不用，实事求是嘛。我工作的失误就是我的失误。学学老同志，我确实对我们市局的鉴定中心呢太信任。你说我如果对证据材料进一步核实的话，哎，他可能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。哎，但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现在已经知道这几份签名是伪造的，谁伪造的？伪造干嘛？就这个事儿，咱是不是还得接着查呀？是要查，必须要查。我们办案组啊，在第一时间就开会讨论了，啊。这是会议纪要。哦，哎，你们这个反应速度还是挺快的，应该的嘛。我们觉得呀，这很有可能是望海团伙，企图将罪责转嫁到张文京身上的一种手段。他呢，就是想靠这招啊，减轻对他的量刑。哎，啊，我们已经敦促公安机关了，进一步的侦查，一旦有结果，马上会通知你们。辛苦老谢。不辛苦，应该的嘛。那我没别的事儿，哇，那还有个会。小张，行，你忙啊。那天早上您几点到的？哪天早上？就乔振兴告别会，您几点到的呀？我大概比你早到7、8分钟吧。那您和李检谁先谁后啊？我们俩前后脚到。您当时走的是哪条？没完了是吧？为了那通电话，过不去了是吧？这个月的12号，谢鸿飞主任给你通了一通电话，你们聊了些什么？打了电话呀？有吗？有。12号早上。喂。省院要进行2次尸检。啥尸检啊？省检察院派的指导组要对乔振兴的尸体进行2次尸检。什么时候啊？一会儿告别仪式结束之后，必须把这件事情处理好。我知道了，我来处理。通话时长56秒。这是你和谢鸿飞主任到今天为止通过的最后一通电话。这人谁？
星子，我一兄弟。找你什么事儿？给你送的什么？是不是钱？他给打牌欠我钱，他说这凑齐了，这给我来还上。先给你2万，帮我捎个人。赶紧回去上班，时间来不及了。放心，我会烧成灰。一大清早特意来给你送钱。我们这帮人就是口碑很重要。你有钱之后，你第一时间给人拿过去。你要么你这东西也没有挑日子还呢，是吧？那个雷广发，你心里有底不？你确定他不会突破吗？钱我给了，赌债我也帮他还了，而且他在里面要，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，他干得溜。现在还想活了。你给了多少钱？2万。抠搜我这2万块钱干啥呀？你确定2万块钱能堵住他嘴啊？给多少能堵住他的嘴？你说，就他那样式的，给的多了倒省事儿。再说，时间那么紧，能弄明白不错。整明白了吗？咋的？觉得我办事有毛病是吧？你行你来，不让问呢？轮着你问了。问你咋的？你说我咋的啊？不动手啊？事儿办不明白，脾气挺大。你能办？我给你钱，10万、20万、30万，你给我送进去，把人捞出来，你办。可以，拿来。你俩是不是有点赛脸？你要咬人呐？啊？你这个嘴怎么这么贱呢？咋盯的呀？这一天到晚的忙啥呢？不就指导组那几个人吗？盯不了啊！哎，那边要是没打电话，告诉我们要2次尸检，你们咋办呢？尸体如果被运到省里面会咋样？乔振兴就不是自杀了。汪海就不是黑社会了，谁是黑社会啊？你呀，你呀，你呀，你呀！还得是我。忙活3年了。马上要见着光了啊！闹这么一出啊，我当处长你们务必盯好指导组啊，一举一动都给我盯着。你们倒是忙活了，不是安监控啊，就是跟踪啊，结果呢，
怎么？青海歌厅就被指导组给摸着了？那乔振清的尸体怎么就要进行2次尸检了？你不是一直在监视吗？怎么永远比指导组慢一步啊？鱼缸是砸了，可里面的水呢？他妈指导组不查啊！尸体处理了，指导组的化验能处理吗？啊！脑子都怎么上的呀？这点事儿都处理不了吗？啊！不少了。手两劲得了，妈好不好不好说才有啥用？消消气。吃饭。啥事都没吃饭重要。动筷子。吃啊！不吃了更不高兴。快吃。来。等这段时间过去以后，找机会请老谢、孙局吃个饭。该敬的礼数还得敬。明白。经过调查，昨天早晨火化工雷广发和张爽负责搬运尸体，分别送往火化车间和告别厅。你看，他俩都承认，就是在走廊运送尸体的那一刻啊发生碰撞，应该就是这一刻啊，把尸体就给搞毁了。但是，哎呀，就是受限于这个视频的角度，就没有办法完全还原当时情形。你这个走廊就这么一个监控，停尸房没监控。不过，雷广发和张爽啊，两个人也都交代，昨天呢计划火化的尸体数量多，工作量大，两个人在搬运尸体的这个过程中都有点心急，然后就把这个推车搞混了。许军，哦，这两个火化工的背景查了没？查了，张爽为人比较简单，啊，就是口碑也不错，基本上就可以排除嫌疑。雷广发他爱赌钱，然后有酒瘾，跟他一起打牌那些牌友也都能证明这一点。同时呢，我们也查了雷广发的手机，还有他的银行账户。你没发现什么异常？就这么寸，你寸到家了。这是我们草拟的一份报告，局长，您帮着把把关。怎么还有别的分务？没了。那就这样。那您先忙着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好。来了。
一会儿见了面呢，你主说，我附和啊。明白，控制情绪，搂着点。哎，你好，先生，请问你们找谁？我们找指导组。如果你们找指导组的话，需要提前预约。对不起。喂，李姐。到了吗？啊，我们到了。到是到了。人家闭门不见，打电话也不接呀。等，就在那儿等着。好。没打招呼就来了，有事儿啊？啊，老乔啊，其实这个事儿搞得我也是非常的被动，我这电话都攥在手里了，可是后来想了想，还是过来一下，当面给你瞧瞧。分局那边啊，把相关人员啊全都问了一遍，得出来的结论呢，是这个火化工雷广发操作失误，这个尸体啊误烧。老许，你别跟我说这个，这上面每个字我都认识，我就想问问你，你信吗？哎，你说这火葬场每年误烧几个人，他怎么就能轮到乔振兴呢？这个分局的人啊，确实是把相关人员都问了一遍，得出来的结论呢，确实是误烧。那你让我怎么交代？我怎么跟指导小组交代呢？人家说要2次尸检，你尸体就误烧了。红领从火葬场出来，人家指导小组就从楼上搬走了，我在这去请人，连见都不见。你让我拿这个去跟人说，我怎么交代？怎么跟指导小组交代？他们什么意思？啊？这可是对东平检查的不信任。老许，你就给我交个底儿，这东西，你信吗？我，这得多不信任你们，人家才搬走的。弄出事儿来了，让我来刷脸来了。我这脸皮也是够厚的，怎么把关系处成这样？尸体误烧这事一出，就算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了。还想说清？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！也不想想，人家省院为什么要进行2次尸检？这倒好，要拉尸体了，哎，又来了个误烧，你说，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你看吧。行，放。
范厂，我就太给你面子了，还嘚瑟吧？认不认怂？你没资格跟我说话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王宇，要说你就弄死我。站起来！你说你都多大了，还学人打打杀杀的，还弄个狠！我告诉你啊，你爸没教好你，我替你爸好好教育教育你。去蛋！王宇，王宇，王宇，王宇！王宇，我爸当年帮过你，要没有我爸，你现在连那条狗都不如，还在街上捡垃圾，这忘恩负义。你这不是趁我病要我命吗？我给你出个主意哈，如果你答应，这个货运站还让你当总经理，我给你开工资，日常经营我不干涉。还有哈，以后你要有那本事，做大做强了，我再给你点股份，我够意思吧？你是不是现金？你跟张文京说，按我意思草你份合同，来合个影吧。啊，对对对，留个纪念。行，来，1、2。我想了一下，你说的对。当年你爸呀，确实算是帮过我。你爸现在又在里头了，你又这么难，哎，要不这样，我今天给你2500万，你跟你爸说一下，赶紧把这地方呢过户回来给我，就完事儿了，好不好？王宇，我知道你打的是什么算盘，小爷我还真就告诉你了，没门儿。只要我在一天，这个货运站你拿不走。干嘛呀？拿这个吓唬我？来，我试试，你敢不敢弄死我？给我嘴硬！来来来，给他拍个视频。哎呀，拍个视频，我让子健呢给你爸看，你好好说啊。爹，你儿子我还扛得住，我告诉你，我这个当儿子的都扛住了，你这个当老子的在里面也得给我扛住了。爹，出来以后把我弄死王宇他丫的，弄死他！我说你是不是神经病儿你？老乔现在在殡仪馆里，他的告别会就在明天上午。我约摸呢，告别会结束应该是10点来钟吧，然后就送炉子里边。那个时候我们就没办法进行2次尸检。这样，我向院里协调一辆冷冻车，等告别仪式结束之后，把尸体直接拉到咱们院里去。好主意，太厉害！我向领导请示汇报。你向谁汇报？孙专委。汇报什么？2次尸检啊！哦，但是有一个问题啊，组长，就是如果车已经到了，但是家属不同意、不认可，是不是就打了领导脸？是吗？我们分头行动。你呢，去乔振兴家做家属的工作，我向领导请示汇报。但是还是有一个小问题，我把周梅给得罪了，我现在没法面对他。
最关键是你说这个点了，深更半夜的，孤儿寡母的，我一个人哪能治吧？你有话能直说吗？自己没法去。我陪你一起去。现在吗？废话。太厉害了。郑主任，今天要不是您来，我都不可能给他开门。我签字那天，给他打了个电话，其实我也没有什么事儿，就是想跟他聊聊。响了40，他给我挂了。能明白，这视频也出了，钱也找着了，他也认为我们家老乔是贪污犯。这个时候都是能躲多远就躲多远，我能理解。周老师，我不是替他说话啊。正常人都会是这种反应，谁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。所有的信息就摆在那儿呢，你怪他也没有用啊。我是他的领导，我们今天来呢是代表一级组织，你不信他可以信我。你作为检察官的家属，应该明白，我们大半夜的跑来，给你提出这种要求，一定有我们的原因。你们是查到什么线索了吗？这个还不能说，但是请你放心，目前这个想法，东平还不知道。明天等告别仪式结束之后，省院的车来把老乔接走。算了，不必了。之前也挺矫情的，我也想弄明白啊，老乔到底是怎么死的。但是现在来看，都不重要了。他杀也好，自杀也好，人都没了。有事实也好，没事实也好，最后都变成那盆灰。我们现在就是想平平安安的过日子。我相信，这也是我们家老乔在天之灵希望看到的。你怎么知道老乔在天之灵不希望他自己？如果你们要是拿文件压我，非要做这个2次尸检，人就拉走，何必问我呢？但是咱们要是讲点法律的话，必须家属签字。我作为乔振兴的家属，明确告诉你，我不同意。老红，你说我爸，他疼吗？其实要做的话，就跟睡着了一样，不会疼的。那怎么我上回睡着了，从床上掉下来就是疼醒的呢？你爸睡觉沉，就跟动手术一样，医生会给他打麻药的。之前不是动过1回手术了吗？之前医生不好。啥情况？不知道啊，老板。这一来，这岛上啥都没有了，啥都没有，查监控去啊！快点，看什么看呢？去呀！老板，你看，
跟你说个事儿啊，你的货呢，我哥都要了，就当你道歉了啊。咱们以后就别打打杀杀的了，整的跟个流氓似的，干啥呀？然后呢，这个货运站以后呢，就没有你的以后了。咱们合作愉快啊！走了，走。陈医师，您汇报还是我汇报？汇报什么？汇报领导，请他们派车。我算了一下时间，就按现在出发的话，得2个小时，市里有点堵。我到了之后，可能告别会结束，还再拖一阵子，我来安排。行。好。起床了，跟我出发。洪亮，哎，昨晚我赌了一把，车已经在路上，很快就到了。还有多久？还有32分钟。我快到了，你到哪儿了？我在路上呢，也快了。有这么个事儿啊，我跟你说一声。今天告别会结束，我们单位会有一辆车，把老乔拉省里去。干啥？因为要对老乔呢进行一个2次尸检。2次尸检？不是，为啥呀？怎么什么时候决定的？怎么突然就……你先别问了。反正现在这个事儿呢，咱们张放检察长，还有省检委会成员都已经一致批准了。啊，我相信回头呢会有一个详细的说明。不是，那家属同意了吗？周梅同意了？哎，对，家属也同意了。不是，你为啥呀？为啥要进行2次尸检呀？别瞎想啊！我肯定得通知你一下。是吧？一会儿见啊。安全技术上，再快点。好。喂，啥事件啊？好，我知道了，我来处理。你啥意思？啥玩意儿？我啥意思？法律是你的武器，司法机关是你的后盾。哎，我是你的辩护人。哎呀，你背挺溜啊！你想咋的呀？不是，我是说啥了吗？我啥也没说呀，我想问问你们呢，这才几天呀，人就查到这些了，你干啥吃的呀？你肯定跟指导组说了什么，要不然他们怎么会对乔振兴的尸体进行2次尸检？万涵，我告诉你，
你病了，你不能再见他们了。是我他妈都病入膏肓了，我正发糊涂呢。我也不知道啥该说啥不该说，我他妈告诉你，我出来混的时候，你还是液体呢。碳水化合物。管家，哎，哥，是我没控制好我自己的情绪。哥，咱好好的行吗？之前说的都算数，咱不带反悔的。你也说了吧，你在东平是号人物，要不传出去不好听的。我是个笑话。滚犊子！管家。车你就别砸了，你下去瞅瞅，不砸车墙啊？别吵！硬进来的，你这么碰你算谁的？人证以后就往车开走啊！就你找你是吗？人不违章吗？别警察叔叔监控都开了，好吧？我是正常路线。不是你开个大车，你玩前面发生剐蹭，交警正处理呢，这估计一时半会儿走不了。你在看着吗？咱俩殡仪馆门口会合。哎。东明殡仪馆。哎，李姐，李姐，我咋想不明白呢？他们这2次尸检不通过咱，他们就这么决定了，这哪行啊？这什么意思呀？行了，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，先进。给谢鸿飞，哎，鸿雁的鸿。周老师，节哀啊！是啊，弟妹，我听说省院要对振兴的尸体进行2次尸检，怎么回事啊？咱不都说好了吗？让振兴这事儿早点过去，你跟孩子这不是过上正常的日子吗？2次尸检又得再拉一遍啊，多不好啊！洪亮不相信老乔是自杀，又查到了新线索。什么线索呀？我们怎么什么都不知道？尸检完就知道了。弟妹，这事儿咱说好